嗨，大家好，我是杨澜，欢迎收看杨澜对话。今天我要采访的这位嘉宾啊，在他的身上应该说有很多看似矛盾的特征啊。他已经97岁的高龄，却是在年轻人当中非常活跃的网红啊。他一生专注于物理学的研究，但是在社会科学方面呢，也兴趣浓厚。他是一位知识分子，同时呢，对广泛的社会话题也非常的投入啊，甚至呢，有的时候会加入争论和质疑他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学者？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并不那么纯粹的学者，但是在他的身上，我们却也能找到他的纯粹之处啊。今天呢，就是采访的合作修院士和他的夫人庆老师，庆老啊，何老、庆老，你们两位好，谢谢，谢谢，感谢你们在家里接受我的访问。对，你们这个动作好大啊，给您这儿添麻烦了，给您这儿添麻烦了，就是说装备很现代化对，是我们整个的节目组装备比较齐全，对，我们等会儿都会物归原位，您放心哈。对，让我特别欣喜的是见到你们两位，觉得真的不仅仅是精神矍铄，而且是红光满面啊！哎呀，这个红光满面，灯光照的，本身真的气色非常之好。我想第一个问题可能就跟健康有关了哈。对，何老，就是您觉得自己这种清晰的思路，至今还是很好的这种记忆力，特别是旺盛的精力仰仗于什么呢？这仰仗我过去学的是物理学啊，物理学是这样讲究逻辑的，一套推理，那当然是这非常是这个严密的比如说什么样的推理对这个健康和长寿有好处啊？健康长寿吧，牵涉到就是说，牵涉到这个要尊重哪些规律？能量啊，一定要有能量啊！人就是为什么能够活？这是一个消耗能量啊。食物吃进去嘛，它就是得了些很多能量然后我们现在谈话也是要付很多能量啊。对你讲啊，这个能量不是什么网上讲的什么正能量、负能量，我讲的就是物理学里的能量。您每天要摄入多少食物啊？有什么样的食物的这个挑选的标准啊？哎呀，因为显然这给你的能量很充足我告诉你，很简单很简单。年轻的时候这个食量比较大现在年纪大了吃的很少为什么吃的很少呢？活动量少就是你吃的太多以后那个反而会造成问题不给身体太大的负担是吧？身体也没有太大的负担当然身体的话我现在也知道这个年纪大了以后跟年轻人很不一样年纪大以后也活动不了你比如说年轻的时候可以跑步我现在哪动得了对不对？像你来了以后呢，我都不能站起来欢迎一下。但是您的思想每天都在跑步这个庆老师是不是这样是。您觉得他这个何老的这健康经历和他那个还特别喜欢参与各种讨论的那个劲头是从哪儿来的呀？他这个倒是从年轻时代就是这样他年轻第一个呢，这个关心国家大事这个是事实第二个是热衷于做自己的科学研究对科学问题有非常大的兴趣这两条大概就促进了他现在这么一个状况所以到现在那研究我们科学研究我们基本上现在已经做不了了但是呢辩论他还是不停的跟人辩论这个我想对他那个大脑大概是有点好处我觉得很有好处很有好处每天都在活跃都在锻炼他对何老在很多年轻人当中您也是非常具有这个知名度的
我看在一些社交网站上啊，像在抖音上，你也有好几十万的粉丝的哈。您能不能够通过一句话啊，不说出地名就能告诉大家您是哪儿的人？阿摩林西西，阿摩林西西就是有点傻乎乎的，是吧？啊，拎不清的意思。阿摩林，这个，为什么你这句话记得这么清楚呢？这个东西，当年我们老师啊，这个上这个高中的时候，教我们三角，赵宪聪老师，后来是南安模范中学校长，那个时候教我们三角，他就编了这个几句诗啊，010负1，100负100，沙那个佛记的。顶是阿摩林，就是说谁要是不记得，就一定是阿摩林啊，这个脑子不好使。对，这是很通行的。我知道了，对，就是这首诗就把这个 sign 的那个曲线sign 的曲线给你念出来了看这个老师010负1那个庄老师在上海是非常有名的老师。对。您在做学生的时候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守纪律的学生呢，还是一个比较调皮捣蛋的学生？我不调皮捣蛋一点不调皮捣蛋，非常非常好学这跟家传有什么关系吗？我知道您家族也是人才辈出啊，包括在扬州。是有一处荷园，原来就是何家的这个花园，是这样吗？一点不错。这个我家里话吧，你说扬州有一个大荷园，当然是大地主大官僚否则不可能去盖一个荷园。但是我们家里很大的一个变动，这个变动就是西修东渐。那个时候。在1901年我的曾祖父做了一大决定，从扬州搬到上海。您的家族参与了这件事情。我的家族好像跑腿的这是大秘啊，这都是因为那都是清王朝的这个大的这个顶尖的人物了。但是我的话呢。我家族的话呢，是跟这些这个几大家族都有密切的关系。明白了。包括您的伯父这一辈人，也有不少是在这个出国留学的对。然后，所以您小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家庭的学术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呢？那么当然，我家里的话呢，一定是儒家教育，对不对？儒家教育有一个大决定，让子弟一定要念过孟子。我家的这个儒家教育不是孔子是主要是孟子。为什么选个孟子？因为孟子是讲革命的。他有民本思想。就是主张商汤革命，主张周武革命。所以我家的话呢，对子弟的教育，它有一点这参加革命是好的是这么个问题。你比如说我有一个伯父，我的伯父就是我的这个曾祖父的孙子了。那时候还是很有名的一位，叫何世珍。何世珍，何世珍的话呢，就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所以他是孙中山介绍他参加国民党的，是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家的话呢，并不反对革命，而且是极力主张革命。对子弟的话呢，不怕你们参加革命，最怕的是你们自相残杀。我们家里的话呢，上一辈的话呢都是参加国民党的，后一辈的话，像我们这一辈的话呢，一半参加国民党，一半参加的是共产党。所以您的小时候既有家庭的这种儒学的熏陶，对也有家庭呢比较崇尚
学术和社会的进步，对吧？特别是工业方面的，对，工业实业救国啊，这些思想对您有很大的影响。对。等到您在青少年时代要做出自己的人生选择的时候，您当时是说要在您很喜欢看居里夫人的书哈，但是这个也让您在学术和从事政治的道路上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能不能给我们解释一下？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问题在这一点，第一是我们家里啊，这个重视学术啊，这个重视学术的原因是整个大潮流，是吧？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说又不反对革命，那么子弟呢，只要去念书的话呢，都是好的。你学自然科学是好的，学社会科学也是好的。反正都是鼓励大家去做学问。参加实际的工作。这是我家传统。所以你要问的话呢，我们家里的话呢，我刚刚讲了，介绍了，我说我的这个伯父啊，是参加国民党的，而且都是国民党的大官。我的那个最大的伯父啊，是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到现在为止，你到那个时候不叫中国银行，是叫大庆银行。后来改成这个变化很多，现在叫中国银行。第一届董事长就是那位我们姓何的，我的大伯父，叫做何世模。这就是我家的这个这个传统。对，就说说您自己的年轻时候的选择。但是下面但是就出来了。很不幸，不懂得市场经济。在这个上海参加到市场的波动当中，上了这个犹太人的大当，哈同的大当，以至于破产。所以家道大幅度中落。这个大幅度中落了，就刺激了我们这些子弟了。所以一定要去很好学习。这就是这个原因。所以我小时候话呢，就喜欢学习。喜欢学习的话吧，那时候还不懂什么技术跟科学的差别。这个小时候我们那个时候家里给我们这个小孩教育有一本书，叫做小朋友专门给我们看的。那个小朋友里面就登了这个爱迪生的大脑值多少钱。这个大脑值多少钱他怎么算？这个东西我们是看，就是爱迪生一生发明了多少器件。这个器件有很多专利。这个专利盈利多少，因此统计起来的话，爱迪生那个大脑是多少亿这个价值这对您有什么影响呢？但是这个呢，谁从小是知道要做发明家慢慢大了一点才知道，这个发明家不重要，重要的是科学家。谁是科学家呢？爱因斯坦。是这么个原因，所以下决心去学习现代科学知识。这个背景是在这个地方。是，所以你选择了物理系了。所以一开始呢，我还不是选择的物理系，学的是化学系。为什么选化学系的话呢？这个我家里不是家道中落了吗？我这个母亲一个人在外面单身奋斗。这个东西我长大了，我怎么能够不管家，对不对？所以那个时候虽然对物理非常感兴趣。为什么感兴趣？我慢点告诉你为什么会感兴趣。但是物理那个时候是找不到工作的。物理系毕业是很难找工作的。不要说是像我了，我给你举个例子，杨振宁教授，他在西南联大毕业以后也很难就业。就是跑到中学里去，只能当老师。当个老师。你想想看，像我这样的话，这就很难说了。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我开始学的是化学，结果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化学系以后，嘣一下2颗原子弹，这2颗原子弹你要知道，对我们那个时代的这个青年，简直震动大得不得了，哎呀，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个东西，是这个太厉害了，一定要去学习物理了。对啊，是这个，所以我是学物理是在这个完全是在这个原子弹爆炸以后啊，心想懂物理。您最近有看过《奥本海默》这部电影吗？看过什么？奥本海默电影。奥本海默，您没有看，我现在走不出去了，没有办法看啊，不再看了。不过奥本海默的故事啊，我们很熟悉，我们很熟。您觉得对于他所面临的科学，或者说技术和伦理的这个方面的困惑，他的内心的挣扎，您怎么来理解啊？我认为他是一个悲剧型的人物。为什么悲剧的话呢？一方面，这个发明的这个原子弹啊，对这个原子弹的贡献很大，但另外一方面讲，他也觉得心里很抱歉，杀了那么多人，是这么一个人，和平主义者。您就再说一下，您年轻的时候为什么在科学和政治方面，您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好像您跟您的同龄人，大家有一次争论啊。哎呀，这个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这个在上海的思想界是极大的震动。我们这个都纷纷问啊，这个说进了大学了，这个进大学怎么办啊？干什么？当然，我们是化学系，化学系传统的崇拜对象居里夫人，居里夫人2次得诺贝尔奖金，了不得，所以就有一个问题，我们学化学的，我们是走居里夫人的道路呢，还是走革命的道路？理解吧？理解。这个问题时代的问题，这时代的问题，每一个年轻人没有办法回避的。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人手一册，大家都去看那个居里夫人传。居里夫人传。其实居里夫人就是2个梦，一个是科学梦，一个是救波兰的梦。他也矛盾。对。那这天天晚上这个18个人的争吵啊，我们未来怎么办？对不对？那居里夫人的道路啊，走得通走不通。然后一看那个居里夫人传，上面写了居里夫人当时有2个梦想，一个是想从事科学研究，一个呢是要挽救波兰啊。他们在这个巴黎那个学校里面就成立有个像我们这个学生会那种小组都有啊。但是我们一看这个居里夫人传，是居里夫人摇摆于这2者之间结果呢就当了科学家了，是吧？那就问我们该怎么办？那么你要问的话呢，他是个祖国是波兰这根本这个国家都没有对不对？当然他这个科学工作的话呢，只能在法国做。法国做的话吧，他这个一个外国人为什么能在法国留下来？这个是很不容易的那么一看那个传记嘛，就是那个居里先生喜欢的那个居里夫人，理解吧？为什么他们差10几岁了？但是如果你看一下居里夫人的照片，一等漂亮姑娘那是的确是真是一等，因为她一等漂亮姑娘嘛，就有一个法国大科学家看中了她，把她请去这个开始是当她的助手，后来变成她的夫人了然后就要在法国带她来。我们的觉得我们这些都是男孩子到哪儿去找居里先生找不着找不着就是这也是一个玩笑，但是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当时您也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对了，所以在我们那个时代的话呢，就是我
老关注一个问题，是走革命的道路还是走科学的道路。然后呢，就认识到在那个时候的中国条件下面，科学的道路是走不通的，做不到的。我们那个时候下面我那个下先要救国啊，先要救国，然后才能从事科学，是吧？对，就是这个问题。所以其实在这个高中到大学的这个阶段，您也就接触到这个共产党的组织，然后后来也是加入了共产党。在清华大学的物理系毕业之后，您也在中宣部做过几年的工作哈。我们那个时候碰到的一大问题，第一个问题，中国要不要发展自然科学？因为这个问题很结论很清楚。对啊，这有什么可讨论的？在那个时候并不清楚，所以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懂得一条，要团结尊敬这些科学家。所以那时候您在中宣部工作的时候，还团结了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包括争取他们从海外归国来参加建设。我们因为所有做的工作呢，都是为了团结要巩固这个团结。那么这件事情讲话呢，5年半大体上就做这件事情，包括也说服了争取团结，对，所以当时好像也争取了您的表姐回来，是吧？对，这个是原因在这个地方我的表姐们叫王成书院士她后来在这个同位素分离上做了很大的贡献，所以老要不要回来摇摆不定，是这样子的。他的家，他的母亲恰好是我的姑母有时候我们这个工作在星期六、星期天了不是星期天，那是个6天工作。那么到我们姑母家，那个姑母就念：“哎呀，我不知道叫他们回来多少次希望他们回来他们老是不回来。”然后我跟我那个姑母去说了一下我说：“二姑你如果相信我的话，我替你写一封信。”他说：“好你给我写封信吧。”您这封信什么地方打动我这个信就别的都不讲，就讲这个北京物价的变化。你要知道，在国民党的时期是通货膨胀，物价一天飞涨多少我就跟他讲了，自从共产党来以后，这个米价就没有动。今天是多少钱，明天是多少钱，后天是多少钱。他一看大为感动，他们就不相信这个怎么搞的，这个物价都不动。可见的这个东西是政府是好的。对，所以下去就回来，这是真正的事情。这个在中宣部工作了5年之后，您又回归到物理学的这个研究，特别是加入了在原子能方面的这个研究。但是您呢，非常的谦虚，您说您只是在一匹奔跑的马上做了马尾巴上的一个小苍蝇，好像是跟着这个马在向前移动您能够给我们说一下当时您的一种工作状态吗？那一天什么8小时工作制，12小时，一天到晚都在做，然后一天到晚都在干，这样有空就去干，这个东西也不就我如此所有参加的工作人都是这样子，因为这个事情太重要了是的，因为大家都全力以赴，那么有的人呢，跑得快一点，有的人跑得慢一点，有的人这个物理学的基础不错，所以能够冲在前面，我这个人话呢，不能算最好的，但是呢，也不能算最坏的，在氢弹之后，您也在层子模型的这个研究方面，做出了很重要的这个贡献，那个工作，就从今天对我们老百姓来说，它的重要性在什么地方这等于新开辟一大领域这个领域到现在还在做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刚做的话，起这个名字是中国人起的，叫层子模型，但是外国人、美国人、世界各国后来他们也做了，他们起的名字叫做夸克模型夸克模型夸克模型的层子模型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我们不过比他们早做半年，那也很了不起啊，在全球来说。对，那个时候因为这个早做半年化呢，所以大家还高度评价。现在发展的一大领域，那么全世界的一大做，我们有好几个学生都现在当了院士了都是做层次模型的，做这个夸克模型的。你怎么看待一个科学家的社会责任？一个科学家除了做自己的科研工作以外，要在什么样的程度上介入到社会生活当中？比如说，您其实经常在参与社会公众话题的讨论，也有人因此说您不务正业什么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我跟你讲很简单，好不好？在这个当年，几位科学前辈，一位是钱学森教授，一位是钱三强教授，还有是余光远，他们3个人倡议举办一个叫做两科联盟委员会，就是社会科学跟自然科学要结成同问。那么这个活动我参加了，不仅参加，我还是里面的大积极分子。所以这些事情话呢，时刻我们记住。理解吧？这个就是说，是需要把这个社会科学家跟这个自然科学家结合在一起。这个才是现代的科学动向。所以当时就是干了这么一件事情。所以那个两科联盟委员会呢，我们讨论过很多的问题，也讨论过伪科学的问题。就是诸如此类。所以这个传统文化呢，我说不是我开始，是我们前辈开始的。但是您似乎有一种责任和使命感，让您一直在就一些重要的社会话题发出自己的声音。对，而有很多人可能会选择明哲保身，或者不去惹这些是非的事情。那您觉得您之所以会跟他们有不同的选择，原因是在哪里？这当然是年轻的时候嘛，我还是的确是自愿参加革命，好吧？我不是被动的也没有想做官。这个有做官的机会，也有的，我做不了官。但是这件事情的话呢，要揭露伪科学，这个事情是可以做的。这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事情。庆老师会不会有的时候也替何老担心啊？你说这个天天要跟人家去争论，别到时候血压高了，就是说对健康不好。会不会也劝他，就是说有一些问题，我的确是我也不赞成他，都跟很多人辩论，我觉得跟那些人辩论没有什么太大的意思。有意义的我支持，比方说当年反对什么法轮功反对伪气功这些东西我都是无保留的支持。但是现在他在网上的有一些争论，我觉得不见得所有的争论都值得都值得哈。对那何老呢？您还是坚持？他选我多管闲事。网络上的年轻人也很关注您的学术研究和一些观点的发表，当然他们有更多的问题想来跟您探讨哈。好，比如说他们想问您这一生是不是一个成功的一生？您自己如何评价自己？是不是成功这个看你怎么说。要从我自我感觉我很成功。你怎么定义成功？我觉得我现在做到晚年了，对不对？现在到晚年了，还能有机会把我这些我自认为是很重要的见解，能够在网上能够发出去。当然我知道一定会有人反对，但是你还是要说。但是我相信，他相信他能找到知音。代表未来。庆老师曾经说过，您觉得何老身上有一种侠的精神哈？对怎么讲？他就是有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就是他觉得是对的，他一定坚持。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他的人生的确是成功的，因为他的确是按照他的想法，按照他的思考的办法，这个去生活，去工作。我再给你讲一个例子，何泽慧先生，他是我们的老师，就是那个钱三强的这个夫人，也是我们的老师。他年纪大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他说我就是愿意跟人家吵架。他说吵架一个好处，对老人来说可以不得老年痴呆。所以我跟何泽先生，大概你这个也是一种不得老年痴呆症的一个办法。其实生命也是在不断的这个斗争当中保持它的活力，是吧？对这个。但是有自己相信的观点，一定要让他把它说出来。我觉得这个是您对于成功的一种定义，按照自己想要的方式去生活。反正所以我说，开启每个字。如此频繁的使用社交媒体，您对社交媒体是怎么有一些什么样的观察？包括这个使用的方式也很不一样。过去一定要非常完整的研究非常系统的理论才能够去发表一个观点，论述一个观点。现在就是这么几十个字、100个字就要表达一种观点。您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不适应的时候呢？他一天到晚在用这个。您一天大概起码有7个小时在手机上，是不是？我想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要通俗一点解释这样的文章所以你说叫物理和物理嘛？对，一个是物理，一个是去领悟这个后边的道理，是吧？您很乐此不疲吗？但是你要让很多的人懂得这篇文章，这个太难了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您每天等于是在做一个普及的工作。对您每天要花多长时间在这上面？会不会无所谓，眼睛会不会疼我无所谓，夜里睡不着觉了，醒了打开手机看有哪一位老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说好还有一些说的没有道理的话我就写几段批评他几句那如果有人到您这个下边说一些不好听的话，您会不会生气呢？他每天都查，在电脑上查哪些人骂他每天都查。对，会不会影响您的情绪呢？不必介意。您最喜欢的一句有哲理的话是什么？这是网友要问的。有一位先生是个物理学家日本物理学家叫五谷三男这个五谷三男呢就提出一个观点就是说在认识论的问题上讲，就怎么来科学思维上讲一般认为是2阶段从感性认识阶段到理性认识阶段他认为这个不充分应该是分为3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现象论的阶段就是我观察了很多事实看见了很多现象但是不了解这个现象的真实的内容是什么他说非常重要的首先要搞清楚这个现象的后面讲是它的实体是什么真实的内容是什么所以叫做第2阶段呢应该是实体论的阶段第3阶段呢才是本质论或者叫做规律论的阶段所以他把这个现象论比较更确切一点现象论对现象论实体论和本质论有点毛病有主观经验论还有客观经验论不容易说清楚现象论嘛反正就是要看到这个现象是所以这种认识论对于您的一生很有价值非常重要我们现在写这篇文章就是实体论我不能说什么问题都解决了这个不可能的没有这么大的能力一步步走那接下来一个问题您读书有没有自己的一些偏好您读什么除了读资本论以外您喜欢读点什么
其他的书吗？哎呀，你看看我上面，都有，你们就是文艺小说，什么戏剧，什么电影都多得不得了。我看到您这里有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我都看。哎，你看《艺术与哲学》啊，美学、宋诗300首啊。您对于文科的这些金庸小说，我们是全套吧？金庸有全套，我都看过啊。你还要都看过啊？都看过。那说明您真是喜欢。您最喜欢的人物是谁呀？金庸的笔下的人物，您最喜欢的是谁呀？最喜欢的那个金庸小说里面人的千奇百怪，什么都有。英雄呢？对不对？英雄侠客里面，你最喜欢谁啊？对了，要我说的话呢，我认为最好的小说是那个《笑傲江湖》。笑傲江湖，你最喜欢笑傲江湖，所以您最喜欢令狐冲。对，是吧？是不是令狐冲啊？不是喜欢哪一个人？小说讲好。写个小说的故事恋爱的故事，什么故事的也很有趣，对不对？是的。但是究竟不是社会最需要的问题。社会最需要问题的话呢，究竟我们的弱点在哪儿，优点在什么地方？那个《笑傲江湖》就比较组织的很巧妙，而且这个江湖当中人性的善和恶，对，充分的展现。对了，接下来一个问题，能够如此高寿，您是否也可以直接来谈论死亡这样的话题？这是一个禁忌吗？这绝对不是禁忌，我们是经常讨论这种问题。您说说对于生命和死亡的看法。其他说吧。庆老师，我们做了一个是20年前还是什么，我们就做了决定，我们一辈子在那里做科学，死亡以后，我们希望把我们的遗体捐献给科学，作为科学解剖或者是教学解剖来用。所以我们这个法律文书都经过公证，我们都已经提交了。我觉得在中国现在要提倡这种东西。还有就是我刚好这个春节我在医院里面住了差不多近20天，得了肺炎。我看了我们很多一些老人，有的也不是太老的人，在医院一住几年，没有意识了。你花这么多精力，花这么多钱财去让这些人自己本身受苦，折磨，还要国家还要家庭出那么多钱，有意思吧？到底意思何在？所以这里面实际上就涉及到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您觉得呢？如果你只是奉献，那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如果你完全成为社会的负担，对这个社会没有任何一点正面的作用，那我觉得这种生命毫无意义。所以您觉得生命的尊严更重要？对了，对了。您的金钱观是什么？我是从入党以后就从来没有把这个金钱看得很重。这是真的。这个我们那个时候参加工作的时候，先问我你要新机制呢还是要共机制？我说我来这参加工作是参加革命干嘛非要新机制我说我拿共机制。这个没有别的原因，就说这就牵涉到这个人生的选择，你想干什么？对。您最看重的，您自己创造的最大的财富是什么？确切的说，你留下的遗产到底是什么？这些文章我这些观点，这些意见这是做研究的结果，对不对？这些东西的话，看起来一下看不出它的用处，但是这个东西它是要慢慢积累的，多数人一大堆出来以后就变成不得了的东西，这就是科学研究工作。所以我们选择的话，想多做点科学工作。您对于那些想要进入科研领域的年轻人有什么样的话要对他们讲？
反正我的感觉啊，如果是为了献身科学的话呢，发不了大财。所以我跟我的这个从事理论物理的这个研究的学生就跟你讲，我说你要来干这个行业发财是不可能的。我说你老师我就不发财，我的老师也没有发财，但是不会饿死，而且还活得还蛮好。我说这就是这个。那么你要知道这个，在我们这个行当当中有一位前辈叫做胡林教授，他说做的科学工作得到同行的承认，这是最高兴的这是最大的收益。这是做科学人员他的梦想。但是呢，我们也活得挺好的，对不对？你比如说收入不很高，但是比起一般的人员还是高多了。对，很知足。那好吧，那我最后也不得不八卦一下，您跟庆老师你们结婚都多少？60多年了吧？60多年，60多年了能谈谈爱情和对婚姻的看法吗？你问他吧，好吧？没有，您也要说一说。我告诉你，庆老师在您的生命当中有多重要我告诉你，好不好？好。我们认识是1950年认识，交往一直到1962年才结婚，所以当初你看50年到62年来往了12年，为什么来往了12年？干嘛老不结婚？结婚的时候我35岁，他29岁，在那个时候算晚婚的对了，为什么？他在苏联学习8年之久，我在国内工作，后来他回国的时候呢，我跑到苏联去工作去了，理解吧？工作2年，交叉的时候见了面，所以这样10年时间的话呢，就见不到一起的。所以50年开始认识了，我们62年才结婚。您觉得庆老师嫁给您跟您一起度过这60多年您觉得怎么说？怎么样对，您觉得他在您的生命当中有多重要？当然非常重要。我现在你看看，我现在年纪大了现在路也走不动了，一切生活都是他安排。你看见了，我就会理解，对不对？而且您这么容易去参加这些争论和这些是非，他还没嫌弃您。他怕我惹出事情我知道他这个意思。但是他也把我做的事情，你看这篇文章，2个人写的，2个人写的，一个叫合作修，一个叫做庆承认，看着对不对？我们这个。那庆老师，您说2句吧，我从何老这儿挖不出什么东西。他也是物理学家，我知道我知道那个庆老师，您怎么评价何老作为一个丈夫？他作为一个丈夫不怎么样，但是呢，的确我们有相当多的共同语言，这是真的。这一点，如果要说是对年轻人有什么帮助的话，我就说，当你想找你的伴侣的时候。首先在思想上能够找到有共鸣是知己才行就是好，今天能够跟二老能够这么畅快淋漓的交谈，我觉得非常的荣幸也谢谢你们抽出宝贵的时间